这里开始分路了，应该走上面还是走下面呢？走下面。下来。这边没有路，看来走错了，应该是走上面。这也蛮陡峭的。哇，好险！哇！啊 ，Come on！ 啊！哎！哎，算了。福门村应该就在那个地方了。无大碍。你看，我们就要一直沿着这个山谷底下往那边走。刚才我们就是从上面盘下来的。那关于这个封门村啊，网上流传的最多的说法呢，我大致整理了一下，无非就是以下几点。那第一个就是那把太师椅，但凡坐过的人呢，都没有好下场，甚至还传出有人坐了以后没过多久就死了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以前有来探险的人在里面拍照的时候呢，就拍到过有鬼影，或者说是有人的脸。第三的一种，好像就说的是那个棺材，曾经呢在房间里面放过棺材，但是后来再有人去的时候呢，就发现那个棺材不翼而飞了。第四的一种说法，就是有网友进去拍摄的时候呢，经常身上所携带的东西呢，就会不翼而飞，凭空就消失了。第五的一种就是手机或者说是指南针在里面呢没有信号，指南针也不灵敏，大概就是这5种说法吧。这是现在网上说的最多的。当然，除了这5种以外呢，还有其他很多说法。不过真真假假谁也不知道。我们只有一会儿进去以后呢，才能真正的一睹真相。今天好热这条路下山还不错，不过一会儿上山的话，那应该是特别的辛苦。我尽量全程把这条路记录下来，让大家感受一下。好，走。你看，我感觉旁边在过去应该是有小溪的，不过现在全部都已经干枯了。
这里还有一个凳椅，可以休息。这不知道是后来修的还是以前就有，看上去好像还蛮新的。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栋石头建筑，你看，它就在路的旁边。哇，这里面已经是枯枝树干了，把整个房间全部都占满了，而屋顶现在已经都坍塌了。特别的热，我得在前面的那个凳子那个地方去换一件衣服。特别的热，我得把衣服先脱掉。现在已经是满身大汗了。哎呀，这样轻松多了。哇，好大的风，特别凉快。好，继续走。你看那山谷里面的山峰啊，是不是特别的壮观？就像一个人的头一样。哦，你看，在这个道路的中间啊，不知道被谁放上了一些帐篷，把路都堵住了。应该是去封门村探险的时候留下来的。这帐篷啊，都已经倒掉了，里面还有棉被、防潮垫。这里还有一个手推车，应该一行人啊不少。螺蛳粉。这生产的时间是2023年1月，那应该是才来不久。这里还有全新的花生米、火腿肠、下酒的，哎，还发现了红包。哇，这里面是空的。你看，还在这里啊，做过烧烤，上面有哇大虾、烤红薯，看上去还挺美味的。不过特别奇怪的是，这些人他们怎么不见了呢？这东西啊，很多都是全新的，就遗留在了这里。
难道是去封门村的吗？刚才说走一个捷径，结果没想到从这个大石头走上来啊，打滑了，哎。你看，在那个上面啊，有一个大石头，看上去啊非常的独特，就是天然形成的，就耸立在那个上面。稍等，我推近一点，大家看一下。我感觉啊，很像罗布泊的那个双鱼玉佩，是不是有点这样的感觉？哇！我想我已经找到封门村了，它就在这个前面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封门村，你看，才进村的入口处啊，就有好几栋建筑呢，全部都已经坍塌了。这看上去啊，真是触目惊心。上面的这一栋建筑也同样都坍塌了。上来以后，你看是一个院坝，修了好几个椅子。这里还有一个蓄水桶，应该是后来放在这里的。哇，这桶是空的，里面没有水，因为这里缺水啊。那下面的那条河流都已经干枯了。周围群山环绕，哇哦！狭缝之间穿行啊，都是古老的这种石头房子，穿来穿去的。火坑。不知道被谁乱涂乱画。你这里还蛮独特的，这里有一个这种很小的阁楼，可以这样下去。不过现在阶梯呢，已经没了。看这外面，这门都是锁上的。哇，这一步阶梯特别的高啊！下面也是锁上的。这应该是后来修建的。里面还有灶台和碗，看上去还蛮新的。每一步阶梯啊都特别的高，哇！哇，这里面好黑呀！
里面都是一些垃圾，还有很多大石块。那上面硕大的木梁，这个石槽。你看，这里有一个石槽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从以前那些网友他们的照片里面看上去，应该是有放一个老人的遗像在这里。不过现在这个老人的遗像已经没了。这里还有硕大的石头啊，垒起来的一个石梯，可以通向2楼。哇！上面的2楼，我感觉都快要坍塌了。狼皮大衣，哇！看这里，墙不知道被谁弄了一个洞。里面都是坍塌的一些东西。上面2楼和3楼都已经塌没了，这一层应该也不太结实了。周围都坍塌得很厉害。你这里面的建筑啊，都是3层对称的。这地上还放了3个小橘子和3炷香。2楼的木板已经坍塌了，可以直接看到3层的木板。这还有一个炕台，这里应该以前是有一个木梯。不过现在这个木梯啊，已经都没了。你看，这里面啊，就像是一个4合院一样，都是3层对称的，挺独特的。下面这里有好多的石磨，一对一对的。这个建筑依山而建。很多都已经坍塌了。哇，你看，你知道这一共塌了几层吗？从底下1、2，再加上屋顶，一共3层了。你看，这里有一棵非常古老的大树，上面的字已经看不太清楚了。但是这一棵古树啊，应该至少得有好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历史，真是一棵
苍天古树。这边分路了，我们先直走。哇，这房子都已经坍塌了，你看，这里面应该是一把伞吧？你看下面，这里面特别的危险，这砖都已经脱落了。哇！哇，这枯藤啊，都长到门外来了。这里面看上去特别的阴森。里面都是一栋栋的这种四合院。好大的一个缸，到处都是蜘蛛网。你看，这房子里面这么大的一个蜘蛛网。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古碑，不过现在上面的文字呢，看不太清楚了。都塌了。古老的石梯，你看，从这里啊都可以看到对面的那些房子了。旁边这里还有一个房子，哇！
这里有一个石槽，不过要稍微简单一点，里面放了一个碗。空的，哇！你看这个蜘蛛网啊，上面还有一些玉皇大帝的图片。里面都已经坍塌了。农作的地方，哇！你看，这里有2个坑，特别的大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过去的厕所。那上完卫生间以后呢，就会把粪便啊拿去施肥。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啊，一进到农村里面啊，就会闻到那个粪便的味道。你看，这里应该是一条河流，然后顺着这个村庄啊流下去。不过现在都已经干涸了。我觉得村人要离开这里的主要原因呢，应该还是交通和生活的原因。因为你想，他们要上学、就医、买东西都不方便，甚至有的人啊，在这里待了一辈子，光棍一条，也没走出大山，连媳妇儿也没娶到，那他们当然要离开这里啊。这里还有一口井。大石头都已经坍塌下来了。哇，这里没路了。哇，很险峻啊！你看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封门村的一个全景。这些建筑面朝一方，就在这些枯枝树干里面若隐若现的，而且很多建筑的窗户都已经没了。这样的一番景象看上去啊，真是蛮凄凉的。走，我们再去寻找一下那把太师椅。很多人都说进了封门村以后，这个指南针啊会失灵。我今天正好带了一个指南针，你看，刚才我就发现啊，好像的确是有一些不灵。这个红色的针啊，你不管怎么转，你看它不会归位，它就一直定格在这个地方，看到了吗？没有任何反应。
这就说明啊，指南针在里面的确不会工作。另外，刚才我的手机啊，在这里面看了一下，也是没有任何的信号。不过我是电信的手机，那就说明在这个大山深处啊，想要联络外界呢，这是很困难的。这里还有很小的一个壁龛。哎，这样走到后山去了。走，看一下能不能走通。哇，从这里看进去啊，这里面就像是一个地震的事故现场一样。这边的楼层都坍塌了，你看，这地板里面有很多的缸，里面还有一个抽屉。这栋建筑应该是比较靠近于山坡上面的了。你看，上面都已经没有建筑了。哇，好多蜘蛛啊！这边都塌了，我不知道从这里能不能走下去，试一下。哇，特别的难走啊！不过我并没有发现一个太师一样。上面去看一下。都是这种坍塌的建筑。
哇！全部都是废墟啊！这里啊，废弃以后呢，就变得破败、荒凉了起来。像这种场景呢，一般就会给人感觉到很恐惧。当然，这是一种人的本能吧。不过再到后来呢，这里就被妖魔化了，就变成了一种鬼村的代名词。房屋里面基本都是空的，走了一圈啊，我也没有看到那个太师椅和棺材。哇，这里就下去了。下来了，你看，又回到了进村的地方。刚才在里面啊绕了一大圈。没想到竟然可以来到村庄的进村处，真是还蛮独特的。哎，今天总算是有幸啊，来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封门村。不过这一趟的路程啊，真是特别的艰辛。你看，我们从那个山上啊，一直走了很长的时间，来到这里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村落还蛮有特色的，它不仅是保留了明清时期的那种古建筑的风格，而且呢，还给人一种挺古旧的感觉。不过白天呢，阳光明媚的时候，看着村庄啊还不错。但是，一旦背阴以后，阳光落下了以后呢，却是另外一番难以形容的景色了。好吧，那这一个地方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现在在河南焦作庆阳的封门村。那我的旅行啊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回城。在下一集中，阿生将去探寻三国第一勇将吕布之墓。这个曾以勇猛闻名的盖世豪杰，墓中是否有传说中的方天画戟呢？阿生在探寻中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？应该沿着那个甬道呢，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墓室里面。